科学家们已经发出警告，一种罕见但极具破坏力的太阳超级风暴可能在未来某一天毫无预兆地击中地球，我们可能连反应的时间都来不及。这种级别的太阳风暴并不是遥远的天方夜谭，它确实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次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后果将不容小觑。因此，全球各大航天机构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防范和应对模拟，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来自太阳的暴力袭击只是时间问题。最近，欧洲航天局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型模拟演练。他们假设，如果今天一场如1859年卡林顿事件那样的超级太阳风暴突然来袭，地球上的系统会如何应对，又会崩溃到什么程度？这次模拟的结果令人震惊，它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生活高度依赖的卫星导航、电力输送、无线通信网络，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几乎不堪一击。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一起深入了解欧洲航天局的关键发现，分析这种级别的太阳风暴为什么可能对全球社会造成系统性打击，同时看看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采取哪些前沿手段来抵挡这场宇宙风暴。准备好了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太阳超级风暴的神秘面纱，看看它如何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人类社会的运转节奏。2025年10月，在德国达姆施塔特，欧洲航天局的任务运行中心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太空天气应急响应演练，模拟了一次真正的太阳超级风暴袭击地球的全过程。那么，这场模拟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假设场景？我们一起来看看。模拟的是一场与1859年著名的卡林顿事件几乎同等级别的太阳风暴，那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太阳活动之一。整场演练分为3个关键阶段，精准地模拟了现实中一场太阳超级风暴从爆发到全面冲击地球的完整路径。首先是耀斑阶段，一次罕见的 X45级太阳耀斑在太阳表面剧烈爆发，这种等级的耀斑是太阳爆发中的超级炸弹。仅仅8分钟后，耀斑释放出的强烈 X 射线和紫外线穿越空间，以光速到达地球，立即扰乱高频无线电通讯、军事雷达系统，甚至连民用 GPS 信号也一片混乱，尤其是依赖精准授时的航空导航系统和金融网络首当其冲，几乎瞬间出现误差，严重依赖同步时间的系统面临瘫痪风险。第2阶段开始于耀斑爆发后的10到20分钟内，一场高能带电粒子风暴急速扑向地球，猛烈撞击我们赖以防护的磁场，就像子弹打在盾牌上一样。根据模拟，即便像 Sentinel-1D 这样本身具有标准防护机制的卫星，也难逃高能粒子的侵袭，电子系统可能在短时间内失控，让操作人员几乎来不及做出反应。第3阶段是最具毁灭性的，在耀斑爆发后的10到18小时，一团庞大、炽热、带有强磁场的日冕物质云高速撞击地球磁层，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地磁风暴。这场地磁暴不仅使电网电压瞬间飙升，烧毁变压器，还导致地球高层大气异常膨胀，进而让低轨卫星受到的空气阻力增加至平时的4倍以上。结果是，许多原本在稳定轨道运行的卫星开始失控，有的失去姿态，有的通信中断，部分甚至彻底掉线，无法恢复功能。对此，欧洲航天局的官员做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总结，没有夸张渲染，也没有轻描淡写，只是冷静地陈述了事实，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坦言，如果真的发生卡林顿级别的太阳风暴，实际上我们没有万全之策，因为面对自然的威力，有时候技术手段也是捉襟见肘。我们不是要去阻止太阳的行为，这根本做不到。真正的目标是提前感知，快速应对，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换句话说，关键在于我们能多快理解即将发生的事，以及多迅速采取保护措施，争分夺秒将损失降到最低。每一次太阳超级风暴的开端，都是那一瞬间的耀斑爆发，像是一枚巨型太空闪光弹，释放出惊人的能量。几分钟之内，高强度的 X 射线和紫外线就以光速直扑地球，瞬间影响地球电离层，对无线电传播造成干扰，
尤其是高频信号首当其冲。紧接着，一股充满高速带电粒子的太阳风暴来袭，这些粒子就像太空子弹，会穿透卫星防护层，破坏其内部电子组件，严重时让整颗卫星变成太空废铁。而在这场风暴的压轴大戏中，日冕物质抛射，也就是一大团高温、高速、带有磁场的等离子体，会以每小时数百万公里的速度撞击地球磁场，猛烈程度如同太空中的正面撞车。这种多重打击会导致卫星失去姿态控制，通信信号紊乱，严重影响全球互联网、航空、银行等依赖网络的系统。电网也可能因此扰电流而出现大面积瘫痪或跳闸。日冕物质抛射如果以极快速度前进，我们从发现到它抵达地球的缓冲期就会变得非常短，有时候甚至只有10几个小时。这对预警系统是极大的考验。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中，电报线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故障，部分操作员甚至被电流击倒。同时在热带地区也出现罕见的极光，让人以为世界末日来了。如今，全球的基础设施比过去更加智能化、高度互联，但正因如此，一环出错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脆弱性也前所未有的加剧。如果类似卡林顿事件的风暴发生在今天，不仅上百颗卫星可能挂掉，导航网络陷入瘫痪，全球的通信与供电系统也将面临重创，影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地球曾经历一次惊险的太空擦肩，一团巨大日冕物质正好从我们旁边掠过，差一点我们就正中靶心。科学家估算，如果那次抛射正中地球，全球经济可能瞬间损失超过2万亿美元，从卫星损毁到停电断网，代价不可想象。虽然这种级别的事件100年难遇，但它并非科幻小说，它是真实存在的天文现象，只是我们侥幸的还没有碰上而已。根据历史与统计数据，这种强度的太阳风暴大约每100到200年就会发生一次，也就是说，我们距离下一次并没有多远。因此，提前做好准备不是多此一举，而是一项关乎全球安全的必修课。拖延只会让代价更惨重。这次模拟和以往纸上谈兵的理论研究不同，它首次把灾难来临的假设套进真实世界的操作流程中，测试当太阳风暴真的发生时，地面控制中心到底能多快响应，哪些系统会最先失灵，哪些环节最需要人力资源介入，真正锤炼了应急机制的实战能力。太阳的行为无法控制，我们不能让它安静点，但如果能提早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发现它的异常活动，就能为我们赢得宝贵的应对窗口，减少冲击。哪怕只有2小时的预警，也足够让卫星运营商提前关闭电路，让电网调度员拉开开关，甚至让航空公司重新安排航班飞行路径，把影响降到最小。模拟证明了这一点。是否有预警，是否快速响应，决定了损失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亿的量级，差距天壤之别。太阳风暴释放的日冕物质一旦猛烈撞击地球，会让原本稳定的高层大气变得发胀，密度上升。这对低轨道卫星来说就是灾难，它们受到的空气阻力瞬间飙升，像是陷入太空泥沼，轨道也随之下滑，可能彻底偏离原有运行轨迹。而所有依赖这些卫星的通信、导航、气象监测系统，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失效。GPS 精度降低，信号中断，飞机和船只的定位系统会瞬间陷入混乱。而且不只是低轨卫星受威胁，那些运行在3万多公里远，用于电视广播和全球通讯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同样可能遭到高能粒子穿透，造成永久性电子损伤。研究结果毫不掩饰地指出，无论是近地轨道还是高轨道，没有一颗卫星能在强太阳风暴中独善其身，所有在轨资产都有受损甚至报废的风险。不仅是太空，地面也不能幸免。当太阳风暴触发地磁扰动时，会在输电网络中产生强大的感应电流，直接灌入变压器，造成过热甚至熔毁。输电线路也可能因此断裂或短路。GPS 一旦晕头转向，就会殃及那些高度依赖精准时间和定位的行业，比如航空航班调度、远洋航运系统、
甚至金融市场的自动交易系统，都会陷入严重混乱。从民用通讯到交通导航，一旦失联或偏航，其连锁反应会波及医疗、物流、军事等多个层面，令人意识到，我们的现代社会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太空天气稳定的假设之上。为此，欧洲航天局制定了一整套应急响应方案，从操作流程到设备技术升级，全面提升系统在极端太空天气下的应对能力。例如像 Sentinel-1D 这样的关键卫星，将在风暴到来前进入预定的保护模式，降低电力输出，关闭非必要模块，尽量减少暴露时间，保命为先。他们还部署了分布式空间天气监测系统 D3S， 它由多个观测点组成，能几乎实时追踪太阳的每一次咳嗽和喷嚏，大幅提升提前预警的可能性。另外，一颗名叫 Virgil 的探测器将在2031年发射，它将驻守在太阳与地球间一个名为 L5 的引力平衡点，从侧面角度监测太阳表面活动，提前识别可能射向地球的日冕物质抛射。必须明确一点，太空天气没有国界，不会只袭击一个国家，它影响的是整个地球，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正因为如此，欧洲航天局一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包括与 NASA、日本、加拿大甚至中国等航天机构共享观测数据，统一响应标准，并制定全球范围的联防机制。就像新冠疫情让我们意识到黄金几小时对控制疫情多么重要一样，太阳风暴来临时，前几个小时的应对效率也可能决定全球损失的上限。只有通过国际间高度协调、信息共享和快速响应机制，才能确保提前关闭关键基础设施，降低故障扩散，避免全球系统性危机。当前，我们正处在太阳活动的高峰期，这是太阳每11年一轮的自然周期中最活跃、最容易爆发耀斑和物质抛射的阶段，风险指数正在上升。在这个阶段，太阳就像一个不稳定的发动机，爆发次数变多，能量更猛。这也意味着我们遇到重大太阳风暴的几率正在上升，不能掉以轻心。而这次模拟绝不是演完一次就结束，它只是欧洲航天局未来一连串测试和改进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多行动在进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那一天，当真正的太阳风暴来袭时，我们不会手足无措，而是可以迅速执行预案，减少损失，保护生命线。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卡林顿级别的太阳风暴不是如果，而是何时。它迟早会来，不是幻想，而是现实。欧洲航天局的研究再次确认，这种威胁真实、严肃，但只要我们愿意投入、提前布局，就有可能把这场灾难转化为一次可以控制的挑战。正如一句老话所说，遇见风暴才有避风港。只要预警及时，太阳风暴也许不会变成末日，而只是一次短暂的不便。从观测、模拟到国际合作，欧洲航天局所做的一切，为的是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为全人类争取一点喘息的时间。这一工作意义重大。感谢收看这期节目。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值得被更多人了解，请点赞和分享。因为面对宇宙的力量，唯有认知和合作，才是人类最强的防线。